再一次看到秋瓷炫，竟然不是在国产古装剧里。她在金高银的新剧《小小姐们》客串女主的闺蜜姐姐，刚上线没多久就吊死在衣柜里，不过只是看着惨，背后却是个有心机的，城府很深，偷拿公司700亿，后面还有连环计。热评第一的画风也跟我想一块去了。林品如怎么跑去演韩剧了？我好像是第一次看秋瓷炫演韩剧，有点不习惯。看秋瓷炫说韩语感觉怪怪的，这才忽然想起，哦，原来姐姐是个韩国人啊。毕竟过去秋瓷炫留给大家的印象，要么是国产家庭伦理狗血大戏里的受气包林品如，也可能是国产古装神剧里的绝美石观音，连马甲明琳琅也那么美，总归是柔软的。石观音虽然心狠手辣，但也为情所困，有情就有软肋。但这次晋升黑玫瑰，人设这么酷飒带感，竟然感到一丝欣喜和欣慰。她终于活成大女主了。以前她从一无所有的小透明到背井离乡独自出国打拼，好不容易收获的幸福，最后也被做大腿事件毁于一旦。秋瓷炫一直拿的是苦情女主剧本，让秋瓷炫在国内一举成名的苦情女主角色，绕不开林品如。回家的诱惑翻拍自韩剧《妻子的诱惑》，集背叛、流产、重生、复仇、癌症等诸多狗血元素于一身，却也是国内难得沿袭原剧精髓并不失本土特色的改编，这才创下了收视神话。这剧当年有多火呢？到芒果台首轮放映结束，收视率最高过 5%， 最高收视份额更达 26.7%， 意味着当晚打开的电视机每4台就有1台在播，打破了霸屏神剧大长今的收视纪录，也是同时段上星频道10年来最佳成绩。更牛的是，男女观众收视贡献比达到2:3，打破了芒果台女性观众独占鳌头的格局，而45至54岁这个中年群体的收视比例也较其他剧上升。简单来说就是男女老少通杀。除了剧本扎实，3位主演功不可没。凌潇肃饰演的男主洪世贤，他不是个普通渣男，而是渣得明明白白，层次分明，金句频出，凭你好骚啊，连我都想揍你等清醒发言洗了个半白，到现在还让人津津乐道。重温又发现新金句，原来我爸真的这么有钱，配上那不屑中带着淡定还稍微有些迷茫的神情，喜剧效果达到最大化。李彩桦饰演的小三艾丽也是3的明目张胆，理直气壮，一副欠揍样，让人直恨得牙痒痒。但灵魂人物还得是秋瓷炫饰演的品如，前妻是任劳任怨的小媳妇，老公不疼婆婆不爱闺蜜还背刺，打落牙齿和血吞，直到经历流产差点淹死后，看清了渣男真面目，于是苦心筹谋，华丽变身，完美复仇，一巴掌扇下去，谁不解气呀？观众们前面几十集积攒的怨气得以发泄，终于觉得神清气爽，血压降下去了。林品如之所以能承担起一部戏的戏演，除了戏剧冲突构足有很大发挥空间外，演员本身也足够美丽，可以让观众心疼怜惜。同时她诠释角色也到位，既能展现前期受气的懦弱，又能撑起后期黑化的气场。漂亮和演技，这2样构成秋瓷炫逐鹿演艺圈的底气。而品如只是厚积薄发的证明，在这之前她已经耕耘了很久。2005年，她孤身一人去往北京《大旗英雄传》剧组试戏，2个主要女角色水灵光、温黛黛都试了，最终她也是双生双旦里最先定下来的。一来她自己勇气可嘉，二来说明实力被肯定。毕竟1年后，她就凭借韩国动作电影《生死决断》里的毒瘾少女一角，拿下韩国电影大钟奖最佳新人女演员奖。只可惜实力被业内认可，却未获得韩国资本认可。获奖前在小制作里作配，获奖后也没多大改变。但随后她主演的《大旗英雄传》在大陆播出了，虽然知名度没打出来，反响却很好。空谷幽兰惊艳亮相，人人见之忘俗。
同年国内还有《楚留香传奇》上映，无论坚韧美丽的琳琅，还是野心膨胀的石观音，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代人的白月光，让更多人见识到她的美。但只有美，同样也不够。就像 AB 出道这么多年，最令人震撼的名场面，还是《狄仁杰》里银瑞基的惊鸿一瞥。那一瞥里，看得见一个花魁的骄傲、美艳和不染纤尘，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感。所谓一眼万年，无需言语，那眼神已盛着千言万语。秋瓷炫亦是如此，眼睛、神情、肢体动作，仍然满满当当盛着东西。因为会成长为大 boss， 那落魄时就不能只有落魄，害怕时也不能只有害怕，还会有坚韧、倔强。面对爱慕的男性，也不会失去自己，有自己的思想和选择，不卑不亢。即便被爱人发现了真面目，他也从容不迫，疯得理直气壮。无论何时，他都呈现难以言喻但却抓人的力量感。正因为这么多的细节堆积，不疯魔不成活的魔女才会刻画得这么深入人心，她的美也才不再是表面功夫，而是这么独一无二。琳琅、秋瓷炫不是个美丽木头，她的美由内而外。有心人天不负，回家的诱惑让她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她打定主意在中国发展，于是获得展现实力的舞台，我们也得以观赏更多面的她。有幕府风云里精于算计也善良真挚的阿乐秋，五岳传奇里机灵狡猾也爱憎分明的女贼叶莎罗，哪怕在年代战争剧里穿军装也毫不违和。她逐步在中国站稳脚跟，剧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但总算片约不断，而且基本都能拿到主演。因为打下的老本太雄厚，她至今也是国人心中难得不被讨厌的韩星之一，甚至没有之一。这里面有因缘际会，但更多是他本身的实力，而实力来自于努力。秋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世道艰难了，奶奶重男轻女，但秋的母亲只生下2个女儿，奶奶便对母亲百般刁难，斥责其生不出儿子，对小秋瓷炫自然也是冷眼相待。母亲在家里抬不起头，连带着夫妻关系也不和睦，家人间彼此折磨，小女孩身处其中全盘接受。更不幸的是，妹妹后来意外溺亡，母亲因此患上精神分裂症，时不时便把气出在身为姐姐的秋瓷炫身上，每当她做得不好，就冷不防迎来一句诅咒：应该你替她死。钝刀割肉最痛，何况这把钝刀还握在最亲之人手里，痛上加痛。那时他只有10岁多，按年龄还只是个刚上学的小学生，可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，他却在没有丝毫防备的情况下承受起不属于他的惩罚。爹不疼娘不爱的秋瓷炫，小心翼翼活到18岁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准备学戏剧，可父母离婚后已经各自组成新家庭，根本没人愿意管他，更别说给他交学费了。一个年轻貌美却无一技之长的小女孩，要如何养活自己，并且赚到并不便宜的学费呢？因为之前拍剧拍广告积攒了一些经验和门路，她选择了去拍大尺度写真赚取不菲酬劳。这对正常孩子来说是最差的选择，后来果不其然也成为她的黑点。可对于当时孤苦无依的秋瓷炫，却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后来他学成出师，拼尽全力拿到一个奖，回到家里依然无人分享喜悦，只有与冷冰冰的空气相对漠然。这也是他之所以选择出国发展的重要理由。与其说没有牵挂，不如说落荒而逃，逃跑于无人在意的世界。后来他在韩国办婚礼，亲爸亲妈也一个没出席，是女儿无法原谅，还是女儿在父母心中从未有过位置，谁也说不清。但或许正因为青春充满伤害，便不敢再去渴求爱，为了生存也为了麻痹，便全副身心投入事业里，孤身闯荡异国他乡。他花很大精力学习汉语，到现在可以用中文流畅交流的程度，甚至还能充当翻译。拍戏时也是出了名的敬业，为了不拖后腿，
就将全部剧本翻译成韩文进行记忆，连对手戏演员的台词也会一起记。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拍《回家的诱惑》流出的采访，邱瓷炫与李彩桦互扇巴掌，为了最佳效果，两个人都是上手真打。从来不被偏爱，他就只能全力以赴，因为被淘汰了没人会在乎，也没人会成为他的退路和后盾。这也影响他待人接物的标准，先为对方考虑，以己为末。参加综艺《明星到我家》，众明星们到农村扮演媳妇角色，其他人在想会不会很苦，他想的却是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。过门之后，下跪、洗衣、做饭、带小孩、给婆婆洗脚，该做的从来不推辞。看到婆婆先关心她有没有受伤的时候，她就会被感动得频频落泪。没得到过多少爱的人，容易将别人的一点点善意当作救命稻草，安慰自己也值得被爱。秋不是不渴望爱，只是这种奢侈品，因为太难得到，所以总在压抑。可被刻意关闭的情感需求并不会消失，反而因为长久压抑，缺憾被挤得更大。这缺憾一度是被弥补了的。2012年，邱瓷炫和于晓光因戏结缘，于晓光坚持连续2年给邱发短信，各种关心，让邱觉得收获难得的安慰和安全感。2015年，邱瓷炫主动公开恋情，2年后领证。同年，二人参加韩国综艺《同床异梦2》，节目里两人大秀恩爱，俨然神仙眷侣。于晓光变身宠妻达人，工资全上交，每月只领5000元零花钱，倘若出轨净身出户，各种不平等条约签起来眼也不眨，再加上时不时卖萌耍宝，地位就跟做了火箭式的攀升。从中国的18线小演员一跃而成韩语顶流，国民好老公。于晓光成为全韩国女人都想嫁的男人，邱瓷炫则成为全韩国女人都羡慕的女人。声势最浩大的时候，他俩受邀一同参加中韩国宴，把很多人给酸得不要不要的。最幸福的时刻当属2019年在韩国补办婚礼那次，在李秉宪、林允儿等诸多大咖的见证下，邱瓷炫穿着洁白婚纱，双眸含泪，对着于晓光深情告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下辈子也一定要遇到你。随后下跪向男方求婚，那一刻浪漫达到极致。但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故事的走向并不总是美好。缺少爱而渴望爱的温暖的女子，遇到了以为是救赎的人，最终还是被俗套的辜负了。婚礼告白后仅仅2年时间，于晓光被拍到美女坐大腿，二人言笑晏晏，没有一丁点避嫌的自觉。辛苦构筑的幸福大厦，坍塌就只需要这么一瞬间。可是那些付出的真心呢？因为体贴公婆，邱瓷炫曾经主动将他们接到韩国一起生活，关心老人身体和精神，孕中也陪着做健康检查，带着到处游玩。高龄产子，邱瓷炫一度痉挛昏迷，甚至进了 ICU。作为儿媳、妻子、母亲，邱瓷炫几乎做了能做的一切。可是童年如同噩梦般不完整的家庭悲剧，成年后再次兜头撞击，让综艺里的甜言蜜语和如胶似漆，婚礼上的眼泪和誓言，传闻中的亲密无间，突然都变得像个笑话。何况还有余震，有人扒出于晓光早在2016年恋爱时期就与别的女生在大街上手拉手，邱瓷炫却被拱到台前道歉，再次为他没犯下的错。出轨风波后，除了这次公开道歉，邱瓷炫从来没在公众面前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。他是否憎恨、后悔、遗憾，又是否甘心，无从得知。只有一次，他在深夜直播时崩溃大哭，表示自己非常想念中国。那时正值新年，于晓光从中国赶去韩国看望他。可是全程身为老公的于晓光不发一语，躲藏在镜头背后，看着他哭。爱流向了不缺爱的人，苦难也流向了能吃苦的人。剧里剧外，邱瓷炫看起来似乎跟苦情分不开了，当然也只是看起来而已。在残酷的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
谁还可能是傻白甜？从他坚决掌握家庭财政大权这点，我们看到了深谋远虑。不离婚是他手下留情，离婚他丝毫无损。不管怎么选，主动权都在自己手里。看不清的其实是网友。时至今日，邱瓷炫的微博里但凡有秀恩爱的苗头，评论区要么劝分，要么冷嘲热讽。但这些声音，邱瓷炫早已不在意，他有自己的事要做。新剧即使是客串，但夺目的光芒掩盖不住。他主演的另一部新剧《苏里南》也已上线，这部由网飞出品，号称亚洲单集投资最高，集其何正宇、黄正民、张震等一众大咖的年度大戏，口碑基本不可能垮。而这个在顶级平台与大佬们同台飙戏的机会，是他从前从来没有过的。看似柔弱却无比清醒的女子，开花时会迸发不同寻常的能量。邱瓷炫正在脱去妻子、母亲、儿媳的身份，脱去苦情的标签，要从大女主的身份重新活过了。舔舐完伤口，掀开新篇章，她会用行动告诉全天下，失去男人不等于失去一切，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节奏，就是大女主。林品如早不是那个小媳妇了，她这次回来大杀四方。